Hey everyone， 欢迎来到守望好莱坞。她被称为披着冰冷薄纱的金发美女，差点成为与葛丽丝·凯莉比肩的影坛巨星。她的精致容貌、典雅气质与非凡演技，完全可以让她大红大紫数年。从模特转行当演员，第一部作品就拿了金球奖，面对潜规则直接说不，然后被娱乐圈封杀。当她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时，竟是因为与非洲狮同居。如今90岁出头还神采奕奕，走 T 台拍大片，和外孙女亮相红毯。这位战斗力永远在线的女明星叫蒂比·海德利。也许这个名字会让你感到陌生，但相信大家都知道格雷的《50道阴影》这部电影吧。女主角的扮演者达科塔·强生就是蒂比的亲外孙女。从达科塔那胜雪的肌肤、娇艳的容颜上，我们依稀能够得见外婆蒂比的惊世美貌。这个女子的传奇故事，今天就来好好聊一聊。1930年，蒂比出生于美国，拥有北欧血统。10几岁时就出落为一个漂亮的女孩。她有一头闪亮的标志性金发，五官如同上帝的杰作，媚眼如丝，娇唇似火，再加上凹凸有致的身材，让她犹如真人版的金发芭比。长相精致的她10几岁就开始闯到纽约当模特，很快她就以完美的容貌和高贵的气质，成为纽约各大时尚杂志的宠儿。然而美女的情路总是注定坎坷，她因美貌而被疯狂追求，早早的盲目的结了婚，嫁给了一个男艺人。按一般走向，生娃后的蒂比会再当几年模特，然后被 T 台抛弃，最后回家相夫教子，洗手做羹汤。可人算不如天算，事业还没厌弃她老公先下手了。1961年10月，蒂比成了一个31岁的离异女人，还要独自抚养4岁的女儿。为了多挣一些生活费，她不得不接拍大量的广告。当生活的压力几乎让她喘不过气时，一位大导演向她伸出了橄榄枝。有一导演在电视上看完她的广告后，第一时间表示我要她。然后蒂比摇身一变成了电影女主角。这可不是什么野鸡导演，而是希区考克。他有多牛，稍微了解电影的都听说过吧。当年的他就很无敌了，奥斯卡奖、金球奖拿到手软的那种。他对蒂比说，我有一部史上最具野心的作品，比以往任何影片更优秀也更恐怖，女主角就是你。任谁听到这话都会高兴的昏了头吧，蒂比也不例外，于是格外卖力演出。本以为他将从此走上了灿烂的星途，却没想到自己掉入了一个黑暗的深渊。电影效果很好，群鸟里高贵优雅的金发女郎，这么多年过去了，依旧是经典。但是希区考克虽然是电影奇才，却性格古怪，让人难以接受，尤其是他的专横和大男子主义，之后让蒂比深受其苦。这些还不是最惨的，直到电影快杀青时，蒂比才明白导演那句话，什么叫最具野心、更优秀也更恐怖。导演突然推翻用机械鸟的做法，把蒂比和一群饿疯了的鸟关到一个密闭的阁楼里，然后蒂比被鸟群疯狂攻击。与此同时，还有一笼一笼鸟被放出来扔到他身上。这样的恐怖拍摄持续了1星期，蒂比的眼睛差点被灼瞎，精神更是濒临崩溃。然而希区考克却不允许蒂比休息，直到蒂比的医生愤怒地指责他，你想杀了他吗？但希区考克一点不怜惜，甚至没有半分歉意。为艺术献身嘛，你的荣幸。作为一枚刚刚踏入电影圈的小白，蒂比敢怒不敢言。群鸟上映后大获好评，蒂比扮演的美丽尤物惊艳了整个美国，她几乎一夜成名。有人预测她会成为第2个格丽丝·凯莉，然而谁也无法知晓这成功的背后要付出多少代价。希区考克对这个金发尤物也是相当满意。合作第2部戏《燕贼》时，希区考克对蒂比变本加厉。不过当时的蒂比只是备胎，希区考克心目中的最佳人选是合作过3次的葛丽丝·凯莉，但人家几年前嫁了摩纳哥王子，摩纳哥群众可不允许自己的王妃干这种有失身份的事。而接拍这部戏对蒂比而言也不知是喜是悲。
确实名气更上一层楼，但同时不管戏里戏外，他都必须接受性骚扰。更惨的是，当时并没有人觉得有什么问题，直到大半个世纪后，他在回忆录中旧事重提。他说，希区考克会让司机顺道送他回家，然后在车上要求他摸他、吻他，还说希区考克曾若无其事跟他大谈特谈。在拍格雷斯凯利捉贼记中一场戏时，他直接勃起了。他甚至会在他在更衣室时乱摸他的身体，如果不顺从，就在拍摄时让更多鸟攻击他。除此之外，希区考克还限定蒂比的衣着、发饰、饮食，并派人跟踪他，监听他电话。蒂比终于明白，这个有名的大导演只不过将他当成了一个温顺的猎物，将他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任由他支配。因此，当验贼拍摄结束，他终于唤醒了内心的反抗，告诉他这将是我给你拍的最后一部戏。他甚至斗胆骂他是肥猪，这可不是戏女郎该做的事。希区考克愤怒不已，发疯地威胁道，我会毁了你的事业，你要好好考虑，你得抚养孩子，父母也会变老。自己打造的明星竟敢忤逆主人，希区考克一怒之下将他的合约转卖给其他公司，而这种二手合约自然不被人看中。就这样，蒂比这个超级美女在昙花一现后被雪藏了2年。1964年，她嫁给了第2任丈夫，她的经纪人诺埃尔·马歇尔彻底和在好莱坞能呼风唤雨的希区考克撕破脸的蒂比当然没有什么好果子吃。离开他后，他基本就处于半封杀状态。知名导演是不愿任用他了，但他也不端着，谁找他他都演，因此也拓宽了不少自己的戏路。有一年，她跟新老公到非洲旅游，她惊讶地发现那儿有个野生动物狩猎区，权贵们可以在那里对狮子、老虎肆意开枪。狮子这种令人恐怖的庞然大物，不禁让蒂比想起了被希区考克掌控的日子，他曾经仿佛就是狮子的猎物。然而，这种恐惧反而激发了她的控制欲，因此当丈夫提议把小狮子带回家饲养时，她毫不犹豫地同意了。然后她就有了个大胆的想法，给这群野生动物拍部电影。要知道，那可是上世纪80年代，电影圈还没特效这玩意儿，拍野生动物就是拿命去赌啊！虽然困难重重，但她说干就干。她当制作人，丈夫当导演，花了整整5年拍出一部《咆哮》。最高峰时候，剧组养着100-200只猛兽，不光花费的时间、精力、金钱多，付出的代价也很惨重。拍摄过程中有70多人被动物弄伤，包括他们一家3口。作为导演的老公率先负伤，然后作为演员的女儿也被狮子抓伤脸，缝了50针，甚至需要通过整形手术去复原。她自己也因为从大象身上摔下来而断了一条腿，然后老虎又直接舔破了她头皮，差点一命归西。离动物最近的摄影师更惨，狮子直接上手抓裂了她的头皮，幸好大家最终都保住了小命。这部带血的影片耗时5年，花费了1750万美元，共有70多人受伤，票房收入却还不到200万美元。影片公映后不久，蒂比与马歇尔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但蒂比一点不后悔。他说，我只想让世界看见他们，人类不是上帝唯一的宠儿，地球也不只是我们的家。这可不是简单说说漂亮话。电影大费周章，赌上性命，还亏得一塌糊涂。但拍完戏后，他还是坚持在拍摄地建立了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甚至把演员狮子、老虎们养在家里。都知道养宠物多劳心劳力吧？小猫小狗尚且如此，更别说狮子老虎了。但蒂比一养就是几10年。为了不吓到邻居，他花了一大笔钱在加州买了一块地，从此过上了真正的美女与野兽的生活。与第2任丈夫离婚后，她和女儿和狮子住在偌大的房子里，留下一堆相当童话的场面。蒂比悠闲地枕着狮子的头看报，在泳池边嘴对嘴给狮子喂水。她女儿更猛，从小到大和狮子戏水玩闹，甚至一起睡觉，画风很彪悍。几年后，她又开启了第3段婚姻，与钢铁制造商路易斯结合，但他们于1995年离婚。事业的跌宕起伏，婚姻的连续失败，并没有让蒂比变成命运的猎物，她仍不甘心被强大的力量驯服。
这位美丽坚强的女子学会了如何优雅面对人生，在余生里，除了演艺事业外，她积极投身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筹建了香巴拉保护区，在2004年获得了动物权益保护奖。让她骄傲的是，自己的女儿、外孙女不仅继承了她的美貌，还个个成为影视圈的耀眼明星。风可以吹走一张白纸，却吹不走一只蝴蝶，因为生命的力量在于不顺从。这美丽顽强的灵魂，虽没能在荧屏上灿烂一生，却可以在人生的舞台上尽情绽放。最后，如果喜欢这部影片，别忘了按个赞，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感谢您的鼓励，我们下期再见。